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公交车往返于繁华的路段，远程医学诊断，偏远山村对接大城市3甲医院，再也没有看病难。挖掘机在矿坑里紧张的忙碌，而驾驶员却坐在办公室里悠哉的遥控操作。所有这些 5G 的梦幻应用宣传，你是否还记得？为什么他们突然销声匿迹了？发生了什么呢？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曾经火爆的话题 5G。在中文圈当中，它曾经万众瞩目，是被视作中国最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超越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域之一。5G 梦曾经作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作为科技大国崛起的身份标识之一。然而，这个话题却突然冷却了，真的就像梦一样，从所有热搜榜当中消失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背后的故事。首先澄清一下，这里的 5G 指的是第5代移动通讯技术。咱们的观众以中青年为主，手机上网大概都很熟悉。手机在家里通常用家里的无线局域网，也就是 WiFi 输密码的那种。但是如果出门在外没有 WiFi， 那就要用到我们今天所说的移动通讯技术了，也就是俗称的手机上网。这个移动通讯技术发展到今天是第5代，所以叫 5G。有一件特别容易搞混的事，就是这个 5G 并不是 WiFi 局域网的 5G 赫兹频段。5G 赫兹频段里的 G 指的是10亿，是个计数单位。5G 赫兹就是频率在50亿左右的局域网信号，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G 指的是英文 generation 的首字母，不是计数单位。2019至2020年是 5G 作为互联网上热词的巅峰岁月，它甚至登上了2019年的百度沸点，热的都沸腾了，可见有多热。随后在2021年，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文旅部、卫健委等10来个中央部委大张旗鼓制定了 5G 扬帆行动计划2021至2023，并且印发通知大力推广，于是 5G 就成了多个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国家产业计划。今天节目开头提到的几种梦幻应用就包括在这项计划里。不仅如此，计划还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求到2023年的时候 5G 个人用户普及率超过 40%， 用户总数超过 5.6亿， 5G 网络接入流量要占移动数据总流量的比例 50% 以上，还要打造一批在 5G 应用基础上的消费模式，打造一批智慧型城市，每个行业要重点打造100个以上的 5G 应用标杆。这份文件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啊！此时的 5G 已经成了朝堂上的显学。按照这份画下了大饼文件的说法， 5G 甚至可以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升级。生产和生活方式那是老百姓的事，可是一谈到治理方式，那就是另一层意义了。可见中共曾经对 5G 寄予厚望，希望在这一波技术浪潮当中稳立潮头，借新技术之力让控制社会也变得更加得心应手，江山永固。那么手机、平板电脑、车辆上的移动传感设备，它们之间联网的技术怎么就勾画出了梦幻的未来呢？举例说， 5G 是怎么实现医疗资源最大优化的呢？画饼人华为公司的官网是这么解释的：5G 网络能够支持海量数据的精准实时传输，通过 AI 系统保障医疗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5G 和 AI 将消除医院之间互联互通的障碍，使大型医院能与小型医院共享先进的诊疗经验，为医疗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带来福音。怎么带来福音的呢？华为这篇文章进一步解释说，由于资金和技术上的限制，农村医疗设施往往难以部署和使用 AI 应用，但是利用 5G， 他们就能够连接到大型医院，而且使用到 AI 应用了。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大饼应该兑现的2023年，有关 5G 的宣传却迅速冷却，墙内的网友可能都快听不到了，甚至像凤凰网这种半官方的与朝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媒体，竟然都开始主动批评起这张 5G 大饼了。而且从文章内容来看，批评的目标还是直指华为这个 5G 专利大户的。
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名义上华为的确是占据了 5G 专利技术的小半壁江山，但是有网友一一查过论文和专利摘要以后指出，这些专利技术的确是以中低端为主的。华为的 5G 专利数目虽然排名第一，然而在 5G 领域的创新综合影响力却落后于高通和三星。此外，哪怕是在越来越粉红化的知乎平台上，也有不少用户指出，国内的运营商故意给 4G 降速，来强行推广 5G。这还不是坊间传闻，而是有权威背书的吐槽。在2022年8月的世界 5G 大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孙伟就说，靠人为降低 4G 的速度来强迫用户升级 5G 套餐，这不是正当的商业行为啊。孙院长还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重要的应用是非用到 5G 不可的，哪怕是刷抖音、刷电视剧，4G 的带宽也足够让视频在手机屏幕上流畅播放了，根本就不需要 5G。这2点很重要，因为它相当于是官方背景的学者在官方背景的会议上正式表态和给 5G 降温。2023年11月，中国 5G 发展大会在上海举行，拿出了一系列成绩单，报告 5G 扬帆应用计划的执行成果。看起来 5G 基站建设数目，还有 5G 移动电话普及率这些目标都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唯独自动驾驶、远程医疗抹平山区和大城市之间的鸿沟，还有种种炫酷的高科技消费模式没有见到踪影。讲到这里，咱们还是得给观众朋友们普及一下必要的技术知识。虽然咱们这个频道不是科技频道，但是为了讲清楚今天的话题，必要的科普还是需要的，所以我就和本期节目的策划谭金女士专门请教了在硅谷就职的华人精英。作为网络通讯的基础设施，要想考评它的综合性能，有3个维度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维度就是单位时间传输的数据量，俗称叫网速。为什么很多朋友微信聊天不卡顿，一刷视频就会卡呢？那就是因为视频的数据量太大嘛，远远大于微信上发送的几条文字。所以如果你的网速不够快的话，那你下载视频的速度就赶不上视频播放的速度，你就只好等，这就是网速的影响。第2个维度就是延迟，体现为你的手机、平板电脑和其他人的移动设备打招呼，对方是不是立刻就能回复你？如果对方秒回，说明延迟很低，是好事；反之，说明延迟很高，是坏事。这一点在玩网络游戏，特别是网络竞技游戏的时候非常有用。比如你在这里刚刚发出了一个大招必杀技，结果你的对手或者队友的设备1分钟以后才收到，那你就别玩游戏了，延迟太高了，没法玩，游戏体验极差。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单位空间内最多能容纳多少设备，也就是所谓的容积率。容积率越高，就说明一小块地方可以聚集更大批的人群，而且互相之间不受干扰。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北航孙伟院长的话。孙伟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重要的应用是非 5G 不可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以 4G 网络的性能，在网速、延迟、容积率这几方面来看，目前为止，所有的重要应用都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重点来了，为了让用户感到 4G 仿佛不够用，中国的运营商们就故意降低了 4G 的速度来推广 5G。 考虑到国内几大运营商电信、联通、移动都是国资背景，那这种做法可被称之为奉旨降速。谢谢大家。总有小粉红说我们这个频道是在无脑黑中国、黑中共，在此我需要郑重宣布啊，其实我是完全赞成说中国在 5G 时代是顺利弯道超车成功了。为什么呢？你看 4G 都奉旨降速了，那 5G 它能不超车成功吗？那 4G 为什么奉旨降速呢？那就是为了让 5G 超车成功嘛。所以在这里它是一个原因即是结果，结果即是原因的例子。弯道超车是一个人为制造的结果，它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骗局。大家生活在一个真实的骗局里，社会就是这么拧巴呀。4G 人为降速显得 5G 很快，这已经是非常恶劣的事情了。那么 5G 的速度宣传本身是否有水分呢？你还别说，真的有。
学习强国网站提到中美 5G 网速对比来夸赞中国 5G 进步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在2020年中，中国国内 5G 用户的下载速度超过了500兆字节每秒，是美国3大运营商 5G 平均下载速度的10倍啊！你一听中国的网速都超过美国10倍了，实在是太先进了。可是真相是什么呢？2023年腾讯网的统计是，哪怕在这一年，中移动、中联通的 5G 下载速度其实只有250兆字节每秒左右，是3年前学习强国宣传的一半。而同一时期，2023年，美国运营商 AT&T 的 5G 下载速度是在75到225兆字节每秒。偏远的地方会比较接近于这个速度的下限，就是75兆字节每秒左右，而热闹的地方呢，通常 5G 的下载速度就在250兆字节每秒以上了。也就是说，2023年中美的主要移动运营商所提供的 5G 服务下载速度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中国的大幅度领先，那个超车真相是并没有发生。没有。那么有朋友可能要问了，既然 4G 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所有的重要应用，难道 5G 的建设就没有必要了吗？那西方国家也在推广 5G 啊，你怎么不说呢？我们并不是说 5G 的建设没有必要，而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上面刚刚讲过了衡量移动通讯性能的3个维度：网速、延迟和容积率。其实对于网速这个最重要的性能维度而言， 4G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哪怕是对网速要求最高的手机刷高清视频这一项应用，我们自己做一下算术， 4G 网络都是没有问题的。 4G 的最大速度是100兆字节每秒，名义上比 5G 的最大速度是慢了10倍以上。但是要知道，数据的压缩技术、传输方式这个领域也在不断优化、不断进步啊。按照现在视频的压缩算法，1080p 的高清视频其实只需要5兆字节每秒的带宽也就够了，是 4G 最大速度的1/20。因此，北航的孙伟院长才说 4G 已经绰绰有余了， 5G 根本是不必要的。其实这句话是很实事求是的。5G 作为第5代手机通讯技术，它本质上是一种改良而非革命。况且改良的重点其实也不在网速上，而是在延迟和容积率这2项指标上。延迟这个事儿基本上只影响打游戏的体验，而容积率通常只在人群聚集的少数时间和地点才有意义。换句话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把 4G 升级为 5G， 真正能提升您体验的，一就是打游戏，另一个就是在人多的地方用手机流量上网还很顺畅。可是拧巴的是，这2件最能够提升 5G 体验的事情，却是当局尽量要防范的。以游戏产业为例，早在多年以前，游戏产业就荣获了电子海洛因的封号。在移动平台发展起来以后，中共又搞出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游戏版号机制，只要上面不高兴，忽然决定不给你发版号了，那游戏开发商哪怕此前已经花费了10年心血，也休想上架，处于这种随时都可能被打死的状态。游戏产业造成的粉丝群体扩大化和自组织化，也是政府的忌讳。这本身也是中国娱乐产业整体面临的状况。甚至早在汉朝的时候，就有3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4两这样的法令。所谓无故群饮，就是不能够聚众娱乐的意思嘛。娱乐业虽然能够拉动消费，但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粉丝们组队交流经验，又切磋技艺，它就是社会自组织的一种方式了。人一抱团，那没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就会交流到房子烂尾以后如何维权等等经验，所以当局对此可谓是非常忌惮。近年来，政府不断整治饭圈文化，就是出自于这个动机。这种心态仔细一想，也是够精分的。您把 5G 当成国家战略，一通大饼提升了游戏体验，您又把游戏一棍子打死，把游戏打死以后，又提升了人群聚集时彼此互联的体验，您这又把人群聚集一棍子打死，这是闹哪出啊？那有朋友可能问了，那 5G 对传统产业就没有什么影响了吗？您还真说对了，其实真的就影响不大。至少在10部委的那份扬帆计划大饼文件当中，他所提到的可以 5G 化的那些传统产业，真的就不太用得上 5G 的技术。
比如港口、采矿业、电力行业、油气开采业，看文件我们就不一一全念了。这些传统产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通常涉及大型物理机械的操作，比如开头讲的采矿业用的大型挖掘机，还有港口装卸集装箱用的吊车等等。这些大型物理机械相对而言参数比较简单，因此对延迟也不敏感。4G 网络的延迟时间0.1秒左右就完全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更关键的是，因为它们体型很大，所以很大一块地说破大天也就摆放这么一部设备，那么对于容积率的要求就更低了，就不可能是一大群人挤在一小块地上上网这种场景了。所以从这些应用场景看，现有的 4G 网络就完全够用，并不需要 5G 技术。完善现有的 4G 网络就可以满足上面提到的绝大多数需求。由于 5G 和 4G 的基础设施并不兼容，强推 5G 必然会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严重浪费。那么打开 5G 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咱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们一贯推崇保守主义，凡事让市场决定，政府尽量减少干预。我本人在加拿大，那我也询问了一些在加拿大和美国通讯行业业内的朋友。总的来说，北美的情况是人口密度大的地方 5G 信号比较好，体现出背后 5G 的基站比较密集，而人口密度稀疏的地方很多时候还是 4G， 说明在北美这边 5G 的推广更多是商业主导，讲究性价比，让市场自发调节。人群密集的地方用户多，能够更快收回投资，有更好的回报，也就是新技术落地的首选之地。5G 基础设施投资的考量和建高铁大体一致。另外，因为我一年总有几回去纽约，单程开车就要10个小时左右，所以我就一直希望有一条美东的高速铁路连接从多伦多到纽约的各大城市，这样只需要3个小时，而且路上我还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工作那就太爽了。不少由于工作原因需要往返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人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是因为美国东部铁锈地带的城市严重衰落，人口和消费力都严重流失，再加上北美汽车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希望建高铁的人加在一块还是不够多，还是不足以凝聚成能够带来足够回报的用户群，所以我的美国梦、高铁梦还是实现不了啊。也就是说，尽管我强烈支持市场主导的模式，也是有代价的，就是要牺牲我的高铁梦。这种模式的主要缺点就是难以实现在短时间内无死角的全覆盖。在 5G 通信领域也是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作为运营商碰上一大片农场，方圆几百里只有少数几户人，我不可能专门为他们搞一套 5G 的基站呢，那在成本上是相当不划算的。所以政府主导往往倾向于基建过剩，而市场主导则倾向于基建不足。所以 5G、4G 和卫星宽频互联网这几种上网方式，在人口分布极不平均的北美肯定是长期共存的。在技术创新的源头美国，不存在多快好省的建设美利坚、跑步进入新时代这种事儿。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马车不是旅游观光的那种马车，而是载人载货的马车，最迟在1960年代才消失在美国城市的街头。在特殊情况下，骑马就是比开车方便，而且更加经济实惠。正因为有这样的细分市场存在，才有马匹长期存在的空间。那么市场主导下的基建不足和政府主导下的基建过剩，这两种副作用，如果我们不得已得挑一个，那挑哪一个比较好呢？ 5G 并不是那种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敏感危险的技术项目，覆盖率不足也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4G 时代的人们不是一样活得很 happy 吗？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从表面上看，市场主导也许做不到100%的全覆盖，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主导有一个决定性优势，那就是综合效率高。综合效率高是来自于背后的理性决策。综合效率高指的并不仅仅是 5G 这一件事情，而是市场主导可以让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合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假设一种最极端的情况，政府倾尽全国之力将 5G 的覆盖率提升到无死角的100%。
那么这意味着一些资源原本可以用于其他更好的地方，以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比如人口密度低的地方，人们更需要的也许是更多的公立学校和更多的诊所，而不是 5G 通信。这就有点类似于房地产，房价被人为的推高，导致买一套房花空3代人6个钱包，那么其他产业必然被挤压，就会消费不景气。房地产兴则百业衰，一将功成万骨枯。所以我们说，市场主导的最大优势就是它全局的综合效率高，不会出现一个行业挤占其他成千上万行业的情况。再补充一点，哪怕就 5G 这个事情而言，市场主导下的效率低，也只是可能低，它未必一定低。前面讲了 5G 是第5代通讯技术，它本质是一种改良而非革命。5G 之后必然有 6G 和 7G， 那它们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呢？谁也说不清楚。科技的发展路径很难预测。现在你 all in 了，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 5G 上，万一东边不亮西边亮，人家 6G 那边有了颠覆性进展，那你这个 5G 的举国之力投资，不是没用几年就落后了吗？讲到这里，不禁要感叹一下，一些人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指的就是效率高而已。这种效率在一些方面肉眼可见，比如摩天大楼拔天而起，高速铁路迅速延伸，但是这种效率还不是全局的综合的效率。如果用于建高速铁路的资源拿一部分用于医疗福利，请问哪样对提升社会幸福感更有利呢？中国10年间累计建了 4.2 万公里的高速铁路，投资达 7.7 万亿元。但是除了京沪、沪宁、宁杭等6条线路之外，其他路段都在亏损，盈利的路段都处于人口高度密集的中国东部地区。这样看来，统一下大棋和市场主导的结果，最后并没有大差别。按照中国学者胡星斗的估计，2017年中国的个人卫生支出大约是14800亿元。也就是说，把政府的财政收入和高铁这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花费的财力拿出一部分来，是完全可以把个人卫生支出这部分政府接手过去的。那这样有社会性医保，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中国实现高覆盖率的全民健保，并非没有可能。根据中国工信部的报告，4年来 5G 的累计投资已经达到了7300亿元，而4年前所承诺的那些梦幻应用，今天仍然基本上是梦幻而非应用。那么 5G 梦、高铁梦，还有老有所养梦、病有所依梦，都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啊。虽然不是必须放弃哪个梦的问题，但是请问哪些才是需要更加优先去追逐的梦想呢？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